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频道武术新传，遇见长毛老师，很开心，我们又在镜头前遇见了长毛老师，赶快来跟老师打声招呼。大家好，观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陈阿茂，是，还有高老师，老师好，主持人好。好，曹老师这一题目是，老师及主持人好，靠军要下午1点到3点来画金子，之前可能看了你的影片有说了哦，那该时段都要上班，请问有什么替代的做法呢？能跟神明一起拜，区域独立分开，金子和贡品这样分开来，届时再一起烧化，这样可行吗？再麻烦老师帮他解惑一下，谢谢。靠军来一个客军，客军。那我借观众朋友的这一道题目，我把它延伸宽一点。那我们一般在家里拜地基主，就是晚上11点到隔天中午12点。对。地基尊神，他虽然是地府神，但他是我们家的户宅尊神，所以都在12点以前。第二个拜祖先的忌日，对，还有逢年过节祭祖，也是在晚上的11点到中午的12点。是，老师，祖先属阴的，为什么也是在上午？因为他是我们自己的家里的神，他不是外面的好兄弟。第三个拜家里的神明，也是晚上11点子时到中午的12点。对，因为他是我们家供奉的正神。是。那犒赏兵将，为什么要到1点以后？对，5时的时候都还是属于给养的时辰。兵将他虽然是神明的护卫，但他还是属于阴神，所谓的阴兵阴将。是，所以他们的位置，因为在我们的屋内，所以才可以在下午的1点到3点，叫做犒赏内营。那犒赏外营，大庙的犒赏外营，跟我们民间信仰拜外面的好兄弟学理是一样。所以拜外面的好兄弟跟大庙犒赏外营，都是下午的3点以后。所谓的日落升，日落新，是日落升的申时就是3点以后。外面的好兄弟，他们的灵体才慢慢能够浮现。除非大庙它有搭大棚，它在大棚里面摆设很长的那一些流水席的贡品，有道士在做法，在做引渡，引渡到棚里面不受太阳光的投射，他们进来才可以现神出来。那个时间点，他可能在2点多他就开始做犒赏外面好兄弟，在拜外引的动作。所以老师把地基主、拜祖先、拜神明界定在12点以前的理由告诉大家。拜兵将，它是在我们的内营，叫做守护在神明左右的，它属于阴兵阴将。但因为有在屋内，有在棚搭里面，它可以1点到3点。是。民间的拜外方、拜好兄弟，都是下午的3点以后。所以包括7月份的7月初1、7月15、7月底，有拜外面的好兄弟，大概也都是3点以后，他们才比较承受得到。但是占卜，所谓的占卜，就是有大庙，他有在搭棚，有摆长桌在拜。他们什么时间点有请道士开始演法，开始招请。那个时间点就不是我说的3点后，他搞不好就2点就开始。所以我们的基隆的，在拜好兄弟的，他可能就是时间会拉得比较长，所以他可能1点多他就开始演法，开始招请。所以基隆那边在拜好兄弟，会发现到老师你讲的时间跟他们为什么不对？不是不对，人家有他的可以在进行。那以前的人没有烧纸钱的那个炉，对，都是在地上烧，所以搞不好神明在这个地方烧，祖先也在这个地方烧，好兄弟也在这个地方烧，为什么不可以放在一起烧？所以现在的人讲究说，庙它有分啊，一边烧兵将、烧好兄弟，一边是烧神明。是，那到灵骨塔，一边是拜土地公跟地上王的，一边是烧给祖先的，他们有分。
那是因为现在的人他认为有这个考究，你们觉得我们比较庄严，所以他就设这个位置。实际上交到大地里面，地府神他们知道我们手拿起来拜拜，这个手模一印就是你们家的，他拿起来拜那是他们家的。是，所以如果要讲什么时候烧纸钱，像我们大台北地方上班族那么多，他搞不好11点多拜好地基尊神，拜好祖先，他们等到保油杯了，收拾好了，他纸钱哪可能3更半夜烧，搞不好放到隔天。但是如果做得到，我们祖先的忌日是，还有逢年过节祭祖的时候，能够在当天烧化，那最好。老师，那没办法呢，没办法也没关系，祖先只是晚一点拿到那个你给的钱而已，都不用在这边有挂碍。所以一般讲说标准，它不一定标准，而且时空背景不一样，还是要以方便为主。是，对，我刚刚听老师讲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祖先的忌日是还有包含这个我们做你有教我们5大节日要祭祖嘛？那个纸钱要当天烧最好。我以前都图个方便，就隔了4、5天1个礼拜才跟着神明一起烧啊！我发现原来这个方式做错，所以收账就比较收得慢。对，明明就应该立刻付钱给我了，都说啊晚几天再给你这样好。再次感谢老师的指导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好的，各位朋友，希望这一部影片对你有所帮助。记得分享给更多朋友，一起来认识财茂老师的好智慧。还有67%的朋友看我们的影片还没有订阅，也忘记按赞，赶快动动你的手指头，按赞，重复3次才不会忘记。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